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萝卜，欢迎来到加友邦健身。在我旁边的是100年减脂冠军郑博远，就是我。Boys up 的 Kevin Jones here。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我呢是 WRPF 世界无装力量举联盟的中国区的主席，你们熟知我叫肉导，但是我想介绍一下我的本名郑博远，好吧，也算隆重一次。好，我们坐下。刚刚说到你的这个赛事，那么我想知道，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说在你们这个赛事里面，因为它是个国际大赛，对不对？对，70多个国家，70多个国家。那么卧推最好成绩是多少？卧推如果说，因为我们按系数算，叫维京系数，它不一定是你绝对成绩有多高啊。当然了，它绝对成绩也很高，是90公斤量级的一个俄罗斯的，然后他推了285公斤，已经跟我一样重。差不多，对，跟我一样重，他推了285公斤，没错。那推的最重的是什么？不按系数的。推最重的是世界上一个黑人呢，我忘了他叫什么，他可以推到335还是345的。对，我天哪，可怕！那深蹲呢？深蹲也是我们联盟呢有一个我忘了是哪个国家的了，深蹲515公斤，无装啊，515公斤。硬拉的话，那基本上400公斤的，几乎啊，我不说全部，几乎都在我们这个联盟比过。比如说被人熟知的这个尤里，然后那个我个人的这个项目的偶像 KK， 不带腰带硬拉400多公斤，但是 rest in peace。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强者，包括在世界赛的时候，其实我当时19年把中国咱们的选手送过去的时候，也有过一些不知名的选手，他们第一把的硬拉，第一把是你最轻的硬拉，总共有3把，第一把他们就爆把390公斤，哇，真的可怕。那你自己的一个最好成绩，就是你在平时训练当中？335无腰带。深蹲是312.5，那也还是很厉害。对，卧推呢？卧推推到过205，拿起。好，我期待你超越我，好吗，小霸王罗？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我很少看到的，就是说一个健美运动员和一个力量举选手关于力量训练和健美训练。大家应该知道，我前段时间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参加我们的肉导，那我还习惯叫你肉导，参加肉导的举办的一个 WRPF 的一个活动，在梦想学院。那我亲自也体验过了，所以对我来说是感受非常非常深的。因为之前呢，我其实看过很多的力量举的比赛，跟我亲自参加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举办这个比赛？因为在我看来，参赛选手还挺多的，而且他应该是不怎么盈利的。你为什么要办比赛呢？因为我都不敢办比赛。那首先肯定是情怀了，我自己爱这个东西，我愿意它好，我愿意推广它，所以说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也是通过办这个赛事，然后向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力量的魅力。我相信你在现场，你应该是第一线的感觉到这种汗毛都竖起来的感觉。那个东西其实体验一次，包括你是运动员的话，你就欲罢不能。然后第三呢，也是想通过这个比赛，然后给大家展示一种，也可能会是崭新的吧，对于咱们很多国人来说，因为这在国外已经很久了，在国内其实还是蛮新的一种新的健身的运动的形式。那非常非常酷。我自己呢，其实对这场比赛印象有很多地方是非常深的，因为不光是我比赛，然后我看到了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手。你来讲讲，就哪些是你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很多人没有看直播，我知道你有在一直直播，但很多人没有看直播，你可以给大家一个机会去温故一下这场比赛一些集锦。其实这次比赛，个人来说啊，这真的是我比较难忘的一次吧。虽然我才办了3次比赛，但是这次真的很难忘。第一是流程，就是随着你比赛一次比一次做得多，然后你的流程其实是更顺的。你流程越顺，我自己就是说，无论是组织赛事还是你们参加赛事，你们的体验感也会好。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个95年的祝荣耀，你肯定记得。我记得，就是我看上去，我忍不住叫他一声大哥，因为他看上去真的不像95年，但是他的实力真的是很牛逼。深蹲385公斤，385公斤，我的妈呀！现场看真是汗毛我现在想想都有点炸裂的感觉。然后第二就是让我感觉就是真的运动精神的体现，就是那种很感动你的。就有一个17岁的小将，他呢是一个聋哑人，然后可能在他的世界里面，他父亲陪他来的。一开始在捡路的时候，我其实当时我是一个很看不惯，因为我不知情，所以我有点看不惯。因为什么事儿都他爸给他去报备什么的，然后他就在旁边就这么傻傻站着。然后我其实
就是真的是我还感觉说怎么有妈宝男这一说，听说过妈宝男，但是后来了解之后，他爸说其实他的热情都在这儿，他平时也没有什么爱好，可能在他沉寂的世界里面，这是他唯一的热情，然后他别的都不喜欢，第一次参赛来这儿，所以为了他，我特地跟裁判也说了，把卧推的口令全部都改成1、2、3，而且全场因为这个孩子全部静音，在他试比的时候，而且大家都很心照不宣的，就是真的很感动我，你知道吗？这件事。还有包括我看到有女孩子，对不对？你可以介绍一下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非常引人瞩目的一些女孩子的一些成绩？有啊，比如说印象让我特别深的，我们的女武神也是你们上海的李丽，深蹲200多公斤，而且这绝对不是她的极限啊，深蹲200多公斤不是她极限，绝对不是她的极限，那就是比我还牛逼。我妈呀！对，而且你也看到了，很顺，就秒起那种，明显是有余力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说实话啊，有很多越来越年轻化的孩子，就女孩子嘛，然后都参加进来了。而且很多其实看着并不是那种说一提到力量举就壮壮的，其实很纤细，看着很纤细，看着很匀称，他们也来参赛了啊。对，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大家我看到一些女孩子来到现场，因为我本来以为是因为想去，比如说见陆神啊什么，只是过来参观的，但没想到他们是参赛选手，而且成绩都是非常不错的。有些人可能非常的新，因为他们对于比赛流程可能都不是特别顺，但是呢，他们勇敢的参加了，而且我以前看到就是顶级选手比较多，但我这次看到就是新手参加，也让我能够跟我之前去比一些，比如健体比赛，然后我看到一些新手去参加比赛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把门槛拉低一点，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就是非常不错。对，而且我不知道你注没注意到一点，我们这次开设了大师组，最高参赛的年龄拉到了54岁，所以有不光有小，也有50多岁，而且我记得那个大哥他的成绩是非常牛逼的，好像深蹲硬拉都破200多了。深蹲硬拉公斤啊。这是我想跟大家聊的主要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对力量举其实是有误解的。然后现在大家看到比如说有陆神，有更多人去接触，让宣传一些健美的文化，那让大家越来越多人去接受健美的身材，以及包括健美的训练。同时呢，我会有听到一些声音对力量举会有一些负面评价，比如说力量举容易受伤，或者说力量举它只是说力量大，但是它形体不好看。但在我看来，其实并不影响。所以说，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健美运动员跟力量举运动员，或者说这两项训练方式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运动员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主要的不同是你所追求的目的。健美的话无可厚非，在你上台的时候，你要最完美的体型、最完美的体态，对吧？但是力量举来说，上场那就是最大的力量表现。所以为了追求这个，如果说你玩的比较深的这些运动员，或者说比较专业的，他们可能会牺牲一部分体型。但是你们看，像我以前我可以深蹲300多公斤，卧推200多公斤，硬拉也是300多公斤，而且无腰带。但那个时候我是什么体型？我想你们都记得。那现在其实我减到这种程度，其实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因为力量举给我带来一个好的运动基础。包括你看你自己参加了，然后陆神其实也尝试了，然后像咱们西兰花。对，花花他们也在，这些有成绩的运动员，当然西兰花不算啊。我是女孩子。他没有。对，还有李红霄，921，对，这些其实有成绩的运动员，他们的3大项实力并不差，甚至很强。比如说陆神，比如说李红霄，180公斤推了3个，你170公斤也能推，对吧？就很厉害其实。所以在我看来，我相信你也认同，就是力量举它是一个健身，尤其不管是说健美还是其他运动，包括美式橄榄球什么的，都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那就谈到力量举，其实就是深蹲、卧推和硬拉这3个。那么这3个呢，其实健美里面也包含了。所以很多人一进健身房有一个误区，就是一上来去推一些固定器械，但其实往往你们不知道的是，其实3大项，所谓的3大项，对我们一个全身的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家友帮有不同的器械，你们去到每一个健身房都有不一样的器械，这意味着什么？器械可被替代。但是你们会发现，刚才你也说了，往往练得很好的优秀的运动员，其实这3大项都非常不错，而且像我的话，我的基础是打得很扎实的。就无论你们可以看我练腿练得很少，但是就是其实还挺强的，因为我之前练得很多，所以等到练到后期反而越来越专项。但是在初期的时候，
其实大家练的东西都很相似，这个金字塔底其实都是一样的。对，我自己以前踢球，然后呢，我还参加其他的运动项目，包括你们也看到一些橄榄球啊、篮球啊、皮划艇啊，所有的运动它都离不开这些3大项一些基础训练。没错。所以如果说你们看到这个视频，不要再误认为只有力量举选手代表了整个力量。也不是的，就包括健美运动员也是一样。力量举刚刚说很专，我们就需要牺牲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现在为什么不练腿练的很多，或者是硬拉什么之类的，因为它可能会导致我的核心过于发达，我不需要我的核心过于发达，所以我可能会追向我的一些，比如说肩宽，然后腰细，我需要背宽一点，但不需要背特别厚，所以慢慢训练方式就会有点区别。但你们不要偷懒，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打基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反观就是咱们一直在从西方学，包括现在其实有一点点咱们所谓的崇洋媚外的健身观，对吧？一说都是美国多厉害，哪里多厉害，其实你也看到，你不能只学人家的技术，不能只学人家的就是说更尖端的康复什么的，人家的环境其实也是不错的。比如说你看，你也是在欧美接触健身圈的，我也是。其实这个力量举、CF 还有这个健美，其实是打得很融洽的一片。但是我觉得咱们来说，可能国内也是刚起步阶段，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大家去互相理解这个东西。对，本来其实都是我刚刚讲的很相似的东西，任何一项运动我都会很喜欢。那你们之前也看到我体验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力量举的话，我这次请肉导过来，主要也是要教我力量举，因为在我这次去比赛的时候，我自己的成绩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我成绩从来没有测过我自己的那个极限推的卧推重量，我只参加了卧推单项，我的第一次是150公斤，第二次是160公斤成功了，第三次170公斤失败了。那其实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体验，但是呢，我决定把你邀请过来，就是说我想提高我自己的卧推成绩，因为我希望有一天就卧推单项的一个成绩能够突破我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极限。能够在健体吧，我会有自己的一个个人追求。但卧推的话，是我源自于自己一个男人，一个不能说野性的需要，应该说是对于一个力量的需要。我自己从最开始训练我就很喜欢卧推，所以努力提高自己的卧推成绩。这次你一定要帮我。没事儿，你有天赋，你手短。对。点开我的很多时候，就你们要知道，就看视频的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手短还是腿短，还是说你上半身怎么样，你们可以打出来，因为每一个人的其实先天的这个比例，它适合的运动，然后是包括刚才的3大项，其实都有点不一样。没错，你如果说真的是3大项都很牛逼，那就说明你是天选之子。其实这个东西啊，归成一句话，其实健身就是不管是力量举还是健美，都是健身，其实是一项东西，只不过在大家有了基础之后，向着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追求去发展了。那么其实我们也希望在这儿通过咱们的这个互相的做一个桥梁的关系，能共同的，然后让大家去多理解这些东西，把更好的，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呈现给大家，慢慢的，对吧？对，那加我棒健身呢，你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是一个健身房，但同时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健身器材，然后锻炼的人，然后各种各样的都有，我们有在这边练 CrossFit， 有在这边练力量举的，然后有在这边练健美的，有些在这边在瘦身的，或者说是小姐姐很多，哎，对，确实，但是我希望就是你们如果没有机会来到线下来体验加我棒健身的话，你们可以在线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视频。这为什么肉导在这边会一段时间，他会教我如何去进行更好的一个力量举。就我基础打扎实了，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提高很多。那么如果说你们对力量举感兴趣的话，可以敲个1，如果满屏的1的话，之后呢，我会把肉导给我的这些力量举如何更好的提高训练方式，如何让我们的身材跟我们的力量力行兼备，做到更好。那么记得在弹幕中告诉我，然后你们可以在评论区专门留言说你们想提高哪个方面，那么我会跟肉导出更多有趣的视频。没有问题。你说的非常好啊，不愧是小萝卜。未来有什么计划没有？首
首先肯定是要把我热爱的这个东西推广到更广阔的一个市场里面去，让大家都接触到这些东西，因为它真的很好。然后其次呢，就是教大家一些正确的健身知识。其实很多人一说这个力量举3大项，或者说只是说什么深蹲啊，一提深蹲就伤膝盖，一提硬拉就伤腰，一提卧推就伤肩膀。其实很多情况下是没有掌握到正确的技术，还有正确的运动知识。那这些我想通过这个平台，然后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去安全健康也更有效的去做健身。那意味着你会分享更多干货，是吧？那当然。那所以大家别忘了最后呢，给肉导一个关注，然后持续它会更新关于偏向于我刚刚说了，让你们如何更好的去安全的、平稳的去突破自己的力量。然后在大家关注你之前，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毛发那么多吗？好男一身毛，明白吗？而且饱拿干粮，热拿衣，这是我会居家过日子的表现。所以大家懂啊，一定要关注它。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